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继严卡护照、出生证明、无犯罪证明之后，严卡移民国家行程、要求返程机票等政策，让每一个有出行需求的华人饱受屈辱。所有政策的发行和实施都指明一个方向：闭关锁国，别让韭菜们跑了。如何在魔爪之下润出去，是国内高质量网友最关心的共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。说实话，现在没有任何方式可以100%一次成功，因为如果有哪种方式被验证的次数多了，那这条路就走到头了。首先，我们来分析一下政策，跟出国相关的每一步是如何设卡的，我们应该如何破局。首先是护照，也算是老生常谈了。目前办理护照最快的方式，18到50周岁的人群依旧是通过出国务工，各地所需材料不太一样，所以办护照需要的时间有所差异。从拿到回执起，最快的7天，慢的20多天。整体来讲，难度有所提升，价格大幅上涨。老人护照暂时没有变化，需要充分的理由才能办理。重点说一下小孩的护照。今天一个找我办护照的网友给我发了一个截图，给我吓得一激灵。情况是这么个情况，他在出入境有熟人，并且级别还不低，他找熟人帮忙给孩子办护照，人家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你弄个合法手续过来肯定不卡你，但你也得把材料和理由准备充分了，不能让老熟人为难。该咋是咋的，我给孩子准备了海外录取通知书和缴费记录等手续，老熟人是市级出入境处长，亲自站台操刀，用了1天时间把护照给办了。当时我还很疑惑，之前他朋友也是找我申请的海外学校，所有材料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在同一个出入境，没有人脉，直接就办出来了。怎么才过了1个月就变成了有熟人、有正当理由，还这么惊心动魄呢？后来一问才知道，3月29日国家教育局下了一个文，阻止小留学生出国留学。在网上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文件，但这件事情绝不是空穴来风。现在只要在任何一个浏览器搜索小留学生，就会弹出国家应该禁止小留学生出国留学，中国人必须接受国内的文化教育。低龄学生有出国留学的必要吗？如何看待小留学生出国问题？小留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属于违法行为？等等帖子的热议，稍微有点敏觉度的人都会发现，在中国新闻是由政治引导的，写手们最近一窝蜂的针对小留学生出国问题必有深意。如果你真以为是一群傻逼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他们是奉旨引导舆论的，舆论为什么要引导呢？为了统治阶级的稳定。所以新闻虽然是假的，但风向一定是真的。说了这么多，就一个忠告，想给孩子办护照的抓紧时间，排除万难，趁还没有完全卡死，给孩子一个机会。真等卡死了的时候，孩子再想出国，岂不要等到成年之后？到那时候一切都定型了。人家的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接受中国的教育，如果从小接受的是海外教育，长大了岂能爱国，岂能回国给他当韭菜？瞧瞧，这是人说出来的话吗？综上所述，我不是想把这些蛆虫搬出来给你添堵，而是想告诉你，如果想走就不要拖泥带水，越等越难。各地方政策不一样，今天长沙不让小留学生办护照，不代表你所在的地区也不让，但是拖下去迟早会不让，所以抓紧时间去争取，还有希望。另一个问题是，很多想免签出境移民的人，以前出境可以通过海外邀请函加购买回程机票的方式自证我不跑，只是出去考察或办事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出国考察之后一去不复返，以党中央为核心的藏獒团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即使损失很多金钱，也阻挡不了人们奔向自由的脚步。紧急实施了对票代们的管控，回程机票必须真实购买，交定金出行程单出票号的路被堵死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，只是尝试的成本很高，所以很多人被逼到在国内远程办理好签证再出境的这条路上。而这种方法才刚被人们熟悉没多久，敏锐的藏獒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很多地区的公证处收到内部文件如下：
受理公民个人用于境外投资、开立银行账户、股票账户、买卖不动产、设立公司的委托书公证、居民身份证公证、中国护照公证以及其他相关公证，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关于公民个人境外投资和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，采取相应的当事人尽职调查措施，了解当事人身份、业务关系或者交易的风险程度，要求当事人提交外汇管理等部门的核准文件，或者其在境外有工作经历或合法收入来源的相关印证材料，不得采取变通方式办理。以上文件翻译成人话就是：主子发话告诉下面的奴才，尽最大可能阻止奴隶们赎身。如果你现在正被卡在这个焦急的境地，抓紧时间联系我。这一步我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。为了不被小粉红、小间谍们快速了解、快速汇报，我就不在视频里公布了。如果需要，加我私聊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2个成功脱困案例的好消息。一个来自被封城越狱的吉林，经重庆转上海，上海封城后转杭州，在杭州免签持海外邀请函，于4天前成功入境厄瓜多尔。目前我帮他找了一个3室1厅1厨3卫的小嘎萨，400美金每个月，安顿了下来。另一个是来自广西的网友，带着2个宝宝的伟大母亲，持海外邀请函，截止发稿前在广州出境前往厄瓜多尔，目前还在天上。据说整个过程相当魔幻，等见了面以后，我会跟他详细探讨过关之法，帮大家完善攻略。虽然很多时候别人的路径无法完全复制，但这样的案例还是会让我们士气大涨。只要意志坚定，必有突破之法。各地中转必然劳民伤财，但只要成功脱困，你损失的钱和受的苦都是值得的。古人云：有德伤财，无德伤身。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，等你被发小红书，因为对包子思想理解不够深刻，被戴了铁链和高帽关进牛棚的时候，你会后悔当初没有破财免灾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穿越强国的封锁情况瞬息万变，所以一定要点按旁边的小铃铛，把握第一时间，把视频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好人一生平安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